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，我是 Nico。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：你们受人喜爱的特质是什么？你们留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？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、第二组牌、第三组牌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。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。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一组牌。那么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，恶魔。你们似乎从来都不会认命啊，就是你们即使是被困在某个地方的，但是你们也总是会努力的想要去挣脱那种束缚和限制。就是你们在一个很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，身后依然长出了翅膀。所以说在别人眼中，你们可能就是在带着镣铐跳舞，总是在完成着某种很高难度的事情和挑战。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特质呢，是会让别人有一点钦佩的。你们即使身处低谷和困境，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和言败。而且呢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你们的未来啊，一定是会飞到更高处的，因为你们有着特别强烈的向上的欲望。我觉得从这张恶魔牌是能够感受到你们的这种很强烈的生命能量的，因为对于你们来说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成败，而是你们曾经无悔的战斗过。第二张牌呢，吊人啊，吊人呢，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和别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在你们的眼中，似乎总是能对一些问题发表出非常独到的深刻的见解。你们是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，所以说你们周围的人呢会觉得你们非常的特别，但是呢，你们可能又在极力的去掩饰你们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，因为其实你们是有一点害怕自己的这种格格不入的。你们的性格其实很谦逊、很低调，但是你们的实力好像又不允许你们去低调。那我们抽到的这张Eight of Cups 啊，权杖8啊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目标清晰明确，你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做什么。这个权杖8它是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，你们在别人的眼中似乎就像一个精密的时钟一样，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转。大多数人都像一片片落叶，在空中漂浮、翻滚、颤抖，最终无奈地委顿于地。但是你们恰如沿着既定轨道运动的星辰，无常的命运之风吹不到你们，因为你们的内心有着既定的路程。那么第4张牌呢 ，Three of Wands 权杖3，在别人的眼中呢，你们似乎总是在很焦虑的去筹备着一些事情啊，总是在未雨绸缪，因为你们总是留给别人一个背影啊，一个独自思考的背影。所以说，在别人眼中，他们是有一点看不透你们的，他们觉得你们有一点神秘，有一点在刻意的疏远人群啊。所以说，这会让一部分人对于你们特别的好奇啊。权杖3，你们总是留给别人一个背影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总是要比别人更快一步啊，你们总是走在前面。所以说，你们留给一部分人的印象呢，可能会有一点独来独往吧，有一点沉浸在自己精神世界里边的感觉。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月亮牌，月亮牌呢，代表的是你们身边的人，在你们身边的人看来，你们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的共情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就是你们有着非常敏锐的情绪特质，能够让你们很轻易的和身边的人共情。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特质呢，会让人很容易对你们放下戒备，去袒露他们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和心声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们的身上藏了很多人的秘密啊。你们自身的这种特质和能量场，会让你们天然的容易受到别人的信任和依赖。那么第6张牌呢 ，Three of Pentacles 啊，这张牌是特定的存在于你们曾经帮助过的一些人对你们的印象。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啊，你们曾经在他们很困难的时候，伸出过援手啊，所以说他们对此心存感激。你们不是那种锦上添花的人，你们是那种就是雪中送炭，能够在一些朋友陷入到困境和危难之中，送上你们的帮助。那么这张Awakening 啊 ，Awakening 呢，它其实是一种觉醒。觉醒的话，就是你们自身所呈现出来的能量场，
似乎在周围人的眼中，你们正在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蜕变，或者说你们是有一点点那种极端的自律和禁欲主义的，因为你们总是在很坚定的去执行某种计划，或者说总是在踏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在挑战自己。所以说这种自我觉醒呢，就是你们身边的人啊，每一次和你们接触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一些改变和成长，就是你们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，逼着自己成长的感觉。而且呢，第8张牌，宝剑3，你们从来都不会停止学习和成长，你们在逼着自己成长的一种感觉。而且呢，这个宝剑3它也代表的是一种专注力啊，就是你们会留给别人，你们总是在很投入的、专注的去做着某件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而且呢，这种特质的话，它是一种，也是有一种很强烈的秩序感吧。包括这张宝剑3，还有权杖8啊，这种秩序感呢，你们总是会有一种，会留给别人一种很干练的印象，能把一头乱麻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。而且呢，这张宝剑3意味的是你们非常的博学，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这种思想深度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组牌啊，你们留给别人的印象，或者说呈现出来的特质呢，更侧重于是那种 INTJ 的人格类型，内向、理智、独立啊，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啊，行事果断高效，注重隐私啊，又充满好奇心，但是绝不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在那些无用的事情上面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，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2组牌。那第2组牌第1张牌就是恶魔牌啊。恶魔牌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和欲望，并且你们不会羞于去展示它们。这也是在别人眼中很喜欢，就是在一些人眼中，他们很喜欢你们的特质，或者说你留给别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直接啊，直来直往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。恶魔呢，它也象征的是一种等价交换，就是你们在别人的眼中从来都不会去占小便宜，或者说你们永远都不会让别人吃亏，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。而且呢，恶魔牌你们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或者说感觉呢，就是你们非常的聪明啊。恶魔呢，它是有一种直达问题本质的感觉，就是你们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本质，并且一针见血的把它指出来。第2张牌呢，魔术师啊，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的承诺，并且说到做到的人。你们就活在当下啊，敢想敢做，你们会追求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目标。而且呢，这张权杖9的话，这张牌比较特别啊，这是你们可能留给一部分人的第一印象，就是你们会有一点拘谨和羞涩，这是你们在一些陌生人眼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质。而且呢，权杖9呢，可能说你们对于一些特定的东西，或者说特定的生物有着极大的恐惧，在一部分你们很信任的人的眼中，你们是很缺乏安全感的。那么这张圣杯2呢，这张牌也比较有趣啊，就是你们留给别人的印象呢，你们在一部分人的眼中，他们会觉得你们非常的有魅力。这种魅力呢，它特指你们在两性关系当中呈现出来的魅力，就是你们会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异性欢迎的人，而且呢，你们可能总是会被请教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。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王牌啊，宝剑王牌呢，是你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特质，可能你们还没有意识到，就是你们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啊，你们的身边有着一种能量场，你们仅仅站在原地，就会有一些人被你们所吸引，你们也说不上来自己的这种非常独特的气场，但是你们在社交场合当中是不需要主动社交的，有一些人会主动的来找到你们，靠近你们，而且呢，你们的身边是会有一些追随者的，所以说这一张牌呢，它代表的是你们是拥有一种领导型人格的，而且呢，这似乎是天生的，就是你们的意见和观点总是能够得到认同和支持，并且你们有着很强的说服能力。
就是你们总是能够说服别人去按照你们的想法和意志去行动。那么抽到的这张第6张，权杖王牌，你们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啊，而且我觉得这张牌就是你们的这种想象力是很惊艳的，能够给别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，因为似乎你们总是能够看到在问题之外的一些答案，就是你们有着很强的发散思维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你们总是能够跳出思维的框架，去想到或者说看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。所以说你们留给别人的印象和感觉呢，就是你们会有一些令人惊叹的奇思妙想和观点，但是你们也会因为这种极为跳脱的思维，让大多数人都很难跟上你们的这种节奏和频率。那么第7张牌呢，星币9啊，星币9就代表的是，你们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呢，是很优雅、很从容的，从小到大过着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而且呢，星币9。你们在别人眼中过着很精致的生活，有着很高的审美品味，就是你们是一个很有格调的人，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一个人。那么我们抽到的第8张牌呢，圣杯3啊，圣杯3的话，你们在别人眼中或者说给别人的感觉呢，很有亲和力，对于你们喜欢的人、喜欢的事，你们丝毫不会吝啬自己的喜爱与赞美，你们知道如何开口，让双方有一个自然接触的机会啊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你们总是可以快速的融入到一个新的集体当中，并且收获到很好的人缘。所以说，你们这组牌呈现出来的特质呢，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和通畅吧，坦荡且真诚，落落大方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，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3组牌。首先呢，第3组牌第1张牌就是 The Fool 愚人啊，你们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很佛系的人，佛系的恋爱，佛系的生活，你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种快乐。其实你们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啊，包括车子、房子，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，很容易得到满足啊，所以说会给人一种无欲无求的感觉。对于你们来说，最开心的事情可能就是休假在家睡到自然醒，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或者说一顿美食都能够让你们感到满足。你们的快乐很容易得到满足啊，你们的一切情绪，无论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，都来得快也去得快啊。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们的这种受人喜爱的特质就是你们的纯粹啊！这个世界不缺少复杂，缺少的是那种返璞归真的简单和纯粹。你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粹到极致的人。第2张牌呢，圣杯1啊，你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情绪特质，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喜怒哀乐你们全都有，毫不掩饰，毫不保留，活在阳光下，活在坦荡和不羞愧当中，并且呢，你们拥有这种非常丰富和饱满的情绪特质啊，让你们无论和谁都能够聊上2句。所以说这一组牌的话，你们呈现出来的感觉呢，给我一种很强的生命能量，但是呢，又不会强求，一切顺其自然。你们在心态上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。所以说，从这一张圣杯1还有愚人牌呢，我能够看到啊，你们是那种没有任何攻击性，会很容易被人所信任和接纳的类型，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会很和谐，很融洽。那么这个权杖国王呢，你们在工作当中啊，或者说在人生呢很关键的十字路口上，会变得非常的有主见，有很强的行动力啊。就是绝大部分时间你们可能都是吃喝玩乐，但是在一些很重要的人生关口，或者说在你们面临到一些很重要的考试的时候，你们的表现是非常给力的。你们大部分时间都与世无争，但是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关口和节点呢，你们的行动力十足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成一个很大的人生突破啊。所以说，虽然你们佛系呢，但是在别人的眼中，可能你们的人生又出奇的顺利，因为你们的能力并不差，只不过是你们表现的很佛系而已。第4张牌呢，星币6啊，你们在别人眼中呢，或者说你们受到喜爱的这种特质呢，一部分也来自于你们的慷慨，你们总是很无私的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美好。因为你们是愚人啊，可能说你们不缺钱，但是也留不住钱。
你们不会在金钱上面斤斤计较啊，这也是你们能够受到喜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。我觉得第3组牌应该是我们这3组牌里边人缘最好的一组啊，几乎可以说是人见人爱了。那么第6张牌呢，吊人，你们看上去很佛系，但是你们的内在呢，你们又是一个温柔的反叛者，干净又有力量，赤诚又清醒，眼睛清澈而深邃啊，通透又保持着一份纯真。那么这张宝剑国王呢，你们手中的这个宝剑啊，就是你们越是到关键的时刻，你们就越从容、越冷静、越镇定。你们的大部分时间，可能你们都不在乎做出怎样的选择，但是越是到了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上，你们就越能够激发出内在的这种智慧，让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所以说，在周围人的眼中，你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你们上学的时候是如此，也是如此啊。平常的时候可能不怎么学，但是考试之前突击一下就成绩还不错，是因为你们的天赋和底子都很好。宝剑国王呢，它也代表的是一种专注力，就是当你们开始认真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它的进展就会非常的快，突飞猛进啊！你们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一教就会，一点就透。而且呢，这张权杖8，你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行动力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资本在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非常散漫，因为你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像这个宝剑国王一样，非常专注的去做某件事情。可能说你们的这种准备呢都是临时抱佛脚，但是呢，你们的这种很短时间内所取得的进步啊，能超过大部分人在其余时间的努力。而且呢，这张权杖8呢，是你们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巨大的热情和生命能量，非常有感染力，这也是你们自身被喜爱的原因。而且呢，这张圣杯侍从可以看到，你们在别人的眼中呢，你们的出现似乎总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好消息，你们的身上有那种无法解释的莫名其妙的魅力，你们的这种与世无争反而会更加受到身边人的欢迎。所以说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啊，他们可能追求的是诗和远方，但是你们是一个懂得用生活来定义浪漫的人，就是你们不会去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诗和远方，因为对于你们来说，诗和远方就在你们的眼前，在于你们所走过的每一步路，看到的每一处风景，你们是能够有这种智慧去真正意义上的活在当下的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